嗨，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 给大家扫兴啊，所以没有声音。那今天这个主题主要是我们要针对就是天使美节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一些海外的学生会来上课。那我就发现这些海外的学生呢，大部分他们选择回来台湾上课的时候，都会考量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这一位，刚好我们有一位从北美回来的同学 Sabrina， 跟我们分享说，她当初回来台湾的时候，她选择有哪一些考量。那这些考量呢，都可以成为同学从国外回来要学习的话，可以成为一个依据。好，让我们欢迎 Sabrina。Sabrina 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 Sabrina。我长期住在美国矽谷。我之前在美国已经上过漂眉的课程，然后这一次刚好趁着回台湾的时间，专程来找 Gina 老师再上一次台湾这边的漂眉课程。好，那Sabrina，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加州啊，我们在做漂眉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风格上的差异？例如说外国人派系，就是欧洲人派系，或者是美国人派系，或者是亚洲派系，或者是越南派系，那他们的个别收费可能大概落在哪里？这样？我发现的确是有分西方人的，然后亚洲人的，然后美国人那边呢，他们喜欢的眉毛的风格是可能比较阳刚吗？不是，就比如说可能眉峰高一点，然后看起来比较符合他们的脸型。对，因为他们的五官比较立体嘛。我们亚洲人可能鼻子没那么高啊，眼睛可能没那么深啊，整个五官的那个立体凹凸度跟欧美的人士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眉毛通常会比我们要的稍微粗一点，然后眉峰高一点，对，然后那个线条可能会明显一点。我觉得亚洲人这边风格会走的比较温柔一点，然后可能会比较喜欢偏向一字眉啊，或者是说他的眉峰可能会没那么高，没那么锋利。专门做美国客人的老师，他可能一对眉毛可能收550到650块美金，然后这个可能还不含第二次的补色。第二次的补色，有的人收50块，有人收100块美金。然后如果专门做亚洲人的话呢，可能就会比他便宜一点。我以前去美国好像剪头发还要给小费，给小费怪怪的。对，然后或者是你去做脸啊。可是我们漂眉如果价格已经蛮高了，再另外给小费，那不会是额外的？我觉得这是文化的不同啦，因为在国外很多服务业的，比如说像在餐饮的工作的人，他们领的都是最低时薪，所以他们很多的收入其实是来自小费。对。然后小费也是等于说给予他们的服务。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就是，那我们在美国上课跟台湾上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在美国我们是2+1，2+1就是上2天的课程，比如说老师先介绍纹眉啊，它的眉形啦，然后我们练假皮啦，在纸上画图啦，这方面都是跟台湾差不多。第2天的下午呢，美国老师会有一位他的客人征求他的同意来做 model，然后老师基本上就是把他从头到尾像他在做客人的那个方式、那个流程，然后全部都做完了以后，老师拍照啊，然后客人起来看一下他最后的那个结果很满意，然后老师就让他离开。基本上我们学生就是在旁边当做一个观众，看老师做整个流程的示范。2+1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第3天呢是事后要自己找 model，去跟老师约，然后实做一次给老师看。对，那在台湾是3+1，对，3+1。然后台湾就是天数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实作上比较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因为2天真的很赶，你又要练纸上要画图，然后你要假皮上又要，我觉得很难吧，就是压力比较大啦。对，他那个时间浓缩的真的是很紧，你真的是就是要很专注。所以在台湾是上的比较舒服一点，然后我们还是有一样的做纸上的画图啊，然后假皮上的练习啊，然后假人头上的练习。然后第3天我们有一个学员会带他的 model 来，然后他实操，然后我们在旁边参观，就是看他的过程。然后3+1嘛，所以最后1天就是我们再跟老师约带自己的 model 来做我们的实作。其实我们在台湾上课的话，因为你在国外稍微比较赶一点，不然我们是每个月其实都有开课。那如果有人是回来，例如说2个月、3个月这样，像从美国回来的话，他可以在第1个月上课，然后第2个月来复训，就是前面那3天的复训。对，其实是可以的。我们没办法，没关系啊，你以后回来我们一样给你复训。对，对于国外的学生呢，就是有比较多人他可能回来就是1个月，那也有人回来是3个月的这种，就是其实只要早点跟我讲，我都可以尽量帮你安排复训。因为其实我觉得漂眉课，我觉得你有上过，你也知道，2天要上完真的太困难，3天上完其实也很紧绷，最好是3天可以上乘以2次，乘以3次，那是最好的。接下来我要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所有国外学生最在意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他们通常会再回来1个月、2个月，然后就会安排非常非常多的课程。那
我今天想要特别问你说，你都怎么去规划你的课程？因为我知道你好像课程排得很满。我觉得在国外啊，我们通常事情都是很早以前就会开始安排，因为我们需要订机票啊、订饭店啊，或者是安排这边台湾接下来的行程。比如说我8月订机票，我11月要回来。很多时候是那个课程还没有出来，上课时间，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排，说我接下来11月份回来以后有哪一些课程会刚好是在我那个，所以我才一直找 Gina 老师那个 line 一直问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课程要出来？我通常开课都半年前就出来了，全部 list 了。对，所以那样就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机票通常都要提早好几个月买嘛，然后我们要接下来排，比如说我这次回来比较久，回来6个礼拜，所以我就要排说什么时候我要上 Gina 的课，然后他什么时候我有时间练习，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很多事情，所以我都很感谢每一堂老师开课可以早一点把时间开出来，这样我比较方便我接下来什么东西要怎么排，因为这个不是说课上完了你回家就算了，你之后回家还要再练假皮啊，然后你第2天的上课你才有办法接下去上，所以其实早一点把课程表安排出来是对我们国外计划要回来上课的人有很大的帮助。那你是不是有去上头皮的课？哦，对，我这次回来，我觉得你那个头皮的课看起来很厉害，很好玩，真的，我刚好就是想说一次把该学都学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个头发越来越少，然后发际线越来越上升，我也是，然后那个分线那个头皮越来越明显的困扰，对，但是又不到说需要植发，所以我就上网去查，结果真的是有这个 SMP 这个课程，就是利用视觉制作你有毛囊的那个方式，用点状的方式去制造你其实没有脱发这个问题。上完2个礼拜，马上就去韩国首尔考他的 ISO 检定，所以是有点疯狂啊。在短短的1个月当中，我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个课程给学会？就是真正把它学会，才不会说好像觉得没有学会就回家了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个人啦，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跟他需要的时间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嘛。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我知道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对，那我一定要在这个短时间内我要学会，在课堂上学完了，我回家好好的马上练，因为那时候记忆最深刻嘛。对，所以我回家马上就是练那个假皮。其实你时间多了，你可能放松了，对，然后你可能就会忘记了。我觉得台湾很多学生这样，因为可以复训的时间很长，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我等一下再练，等一下就忘记了。对，所以有一些时间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啦，好像是哦。只是说你在时间安排上，可能比如说我这几天我知道我要上课，我可能晚上就不要跟朋友约饭局，对，我就回家练习，乖乖回家练，然后练完了，隔天来问老师说，来我这个昨天做的，你觉得怎么样？果然是有认真的同学跟放松松的同学，还是有点差别。我们有那些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的海外同学？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会太贪心，因为台湾有很多很有趣的课程，我想要上，那1年只能回来1次嘛，我都很希望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塞在我回来的这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太贪心会很累，然后学习的品质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取舍一下。因为你还是要跟朋友吃饭啊，陪伴家人啊，去逛逛，去买东西什么的，所以就是在课程的选择上，事先做一些功课，挑选跟你比较合拍的老师，因为教学风格啊，这个其实在联络上你就感觉得到说这个老师的回答你的问题啊，他的风格是怎么样，其实还有热忱，对你感觉得出来。然后确定了你的行程了以后，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练习啦，因为这种技术方面的东西不是你听完就会，对，还是需要练习的。那如果你回来1个月，你觉得你可不可以学个2个项目？例如说学飘眉跟这个雾眉，或是嘴唇这样。这样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哈，我觉得它是类似的科目嘛，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好，就是我们大概选2-3个科目这样。如果是1个月的话，对，大家如果在加州有想要做眉毛的呢，也可以去找 Sabrina， 她的技术其实真的很好哦。Gina TV， 我们下回见哦，大家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我是 Gina， 我们下回见，拜拜。